11月13日，中国把在妙瓦底开诈骗园的跨境赌博10大逃犯之一的佘志江给引渡回国了。可能很多人对佘志江这个名字有点陌生，但提起缅甸妙瓦底的 KK 诈骗园区，不少人都会脊背发凉。而这个臭名昭著的园区，正是佘志江一手投资开发的。这位从湖南邵阳走出的少年，凭着一股狠劲，在东南亚闯出了赌诈之王的名号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这期内容有2个主题，首先是国家对诈骗的打击，后续内容是揭露诈骗的手段套路，希望大家能提高保护自己和家人生命财产的能力。佘志江的犯罪网络遍布东南亚，他创建和运营239个非法赌博网站，涉案流动资金高达 12.63 万亿泰铢，约合 2.77 万亿元人民币。2013年以来，他在境外成立亚太国际控股集团，更是于2017年9月在缅甸妙瓦底建设亚太新城园区，并以此为掩护，依托自营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国公民招赌吸赌。作为现代诈骗园区的开拓者，他给园区带来了公司化、黑帮化、纳粹化的诈骗园区管理理念。佘志江2022年就被抓了，到2025年了才被引渡回国，这背后经过了一系列激烈的博弈。和缅北不一样，佘志江开诈骗园的地方是在缅东妙瓦底。妙瓦底地理位置距我国边境600多公里，中间还隔着泰国和老挝，而且因为位于缅甸与泰国交界处，形成了缅甸政府管不了、当地武装不真管、泰国政府不能管的3不管地带，且借河水浅便于人员偷渡，成为跨境犯罪的天然温床。因此，妙瓦底地区也是电诈园区最为集中的区域，集中了至少15个大型的电诈园区，号称东南亚电诈犯罪与人口犯罪的天堂。这也是佘志江选择在这里建设亚太新城园区的原因。佘志江被抓以后，想要把他引渡回来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佘的影响力不只是缅甸，还有菲律宾，因为他发家在菲，不是在缅。他利用菲律宾的公司请律师和泰国长期打官司，甚至想要在泰国请律师要求引渡到美国。而且佘志江最滑稽的是什么呢？他居然在泰国审讯的时候称被抓是政治需求，因为中国要控制妙瓦底，掌握缅甸泰国要道，借此控制泰国和缅甸，同时威胁印度，想要印度和美国介入捞他。不过在公安部统筹指挥和外交部我驻泰使馆的大力推动下，中国警方依托中泰执法司法合作机制，会同泰方持续推进相关工作。2025年11月10日，泰国上诉法院才正式裁定维持1审判决，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受审。这个裁决看似简单，背后却是中泰缅3国在反诈问题上达成的深刻共识。特别是在缅北4大家族被彻底肃清之后，中国将打击重心明确转向了妙瓦底，而佘志江的引渡正是这场战役打响的重要信号。要理解这个信号的分量，就不得不提妙瓦底背后的保护伞克伦边防军。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克伦佛教军，在敏昂莱上台后，通过招安获得合法身份，被授予了44师番号。其头目苏其都更是个狠角色，此人不仅贪婪嗜血，更是妙瓦底电诈产业的幕后最大靠山。他的罪行早已超越国界，从拐卖东南亚民众到坑骗欧美公民，手段之残忍，连欧盟和英国都将其指认为反人道主义组织头目。面对这样根深蒂固的势力，任何单边行动都难以奏效，必须依靠紧密的国际合作。但是因为苏其都在缅泰都有势力，中国若要深入打击妙瓦底电诈犯罪，就必须与缅泰2国建立有效合作机制。这种共识远非表面同意即可落实。此前，中国警方曾联合老挝、缅甸、泰国，启动多次针对妙瓦底赌诈集团的专项打击行动，但成效有限。当地武装分子甚至采取炸毁警局等极端手段进行反扑与威慑，因此如果没有缅泰全力配合的决心，清除行动就很难开展。其实在佘志江引渡之前，妙瓦底的风向就已经变了。就在10月底，缅甸军方连续2天引爆妙瓦底 KK 园区，缅甸政府军突袭 KK 园区，接管200多栋建筑，并发现2200名员工，700逃犯更是在边境被擒。这一切都说明，在中国的强力施压下，妙瓦底的覆灭已经提上了日程。而佘志江的引渡回国，就是向所有跨境诈骗分子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：不管你躲在天涯海角，不管你背后有多少势力庇护，不管你耍多少花招，找多少律师，编多少谎言，
只要你敢针对中国公民搞诈骗，中国就有能力把你抓回来，让你接受法律的审判。以前总有人觉得去东南亚搞诈骗没人管，觉得妙瓦底是法外之地，但佘志江的案例彻底打破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是时候该醒悟了。只要电信诈骗还存在一天，我们对这些不法之徒的追捕就一天不会停止。当然，除了国家打击诈骗团伙，我们老百姓更加需要加强防骗知识。一说有人被电信诈骗，网上的画风是这样的，但大数据显示，电信诈骗金额逐年递增。仅2020年，全国公安破获32.2万起诈骗案件，抓获36.1万名嫌疑人，劝阻870万群众被骗，挽回损失1876亿元。这还只是警方介入的数据，还有那些因为网络赌博、情色诱惑而被诈骗的沉默者数不胜数。这种舆论环境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反差，你想过为什么吗？被骗的人真的只是贪便宜、接陌生电话和笨吗？当然不是。很多人对骗子的认知还停留在让你直接给他打钱的阶段，而实际上的电信诈骗会以邮件、电话、短信等方式不断的接触我们，诱你入局。或许你以为主动屏蔽了垃圾短信、陌生电话就会远离诈骗，然而并不是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拒接陌生电话。人只要有交际需求，骗子就会见缝插针。骗子已经不再仅仅利用人的贪欲行骗，还会利用人的恐惧和好奇心，冒充公检法、领导、客户和运营商等，使人进入应激状态，营造紧张、逼迫感和封闭环境，使得受害者心理防线逐渐崩溃，最终变成提线木偶，按照诈骗犯的指示一步步掉进陷阱。您好，我的工号802732，之前您购买的隐形眼镜以及过敏类赔付款已经申请下来了，您方便撤销投诉并提供一下您的个人账号吗？他们说了我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大学和银行卡号，说我参与电信诈骗。我们的药能让癌症痊愈，糖尿病也没问题。阿姨，这款保健品能让您的动脉硬化全好了，这件痊愈的案例我都发给过您。我们的产品都是有保障的。小张，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谁啊？我是谁？还有谁找你啊？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。那些被广泛讨论的案件，关心被害者如何被骗以及背后利益链的人少之又少，舆论导向都是受害者为何如此有钱。为什么看客关注钱是主要的舆论导向呢？这其实是骗子的主要公关手段。精通心理学的骗子知道，钱永远是人类私欲的共鸣，关注钱的人远比关注被骗原因的人多。不要掉以轻心，被骗的人都是因为信和有钱，这是诈骗犯营造的假象。傲慢是骗子给你的第一步陷阱。新闻上也出现过反诈宣传员、安全信息人员被骗的报道，这与人的学历、阅历无关，时刻保持警惕，有强大的心理素质，谨记这些规则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至今你还没被骗，不是因为你聪明或者没钱，而是因为骗子为你定制的剧本还在路上，没钱也能让你借钱。还有人会认为年纪大被骗的几率高，然而2020年我国信通院数据显示，90后、00后才是被骗重灾区，在已知的被骗案件中占比高达70%以上。年轻人容易受骗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上网多，泄露信息的可能性更大。同时，不法分子也会购买大量手机号，通过一定的手段将机主注册的各种软件以及情况了解清楚，勾勒出精准的受害者画像，定制精细的剧本来诱骗目标。在这些诈骗案的背后，是一群每秒钟都在迭代的高智商犯罪团伙，在对受害者进行降维打击。据新华记者报道，近期侦破的诈骗案中，犯罪团伙中出现了知名大学的高学历学生，并起着核心关键作用。这些高学历的技术人才可以精准捕获一些技术漏洞，利用这些漏洞做一些跨境赌博、炒股以及倒卖手机号、银行卡等非法勾当。国际合作局民警高俊义说，在这些高端技术人员的加持下，这些诈骗犯可以在境外依靠多种手段来实施犯罪。很多人都被国外号码传呼过，或者接起电话后对面的人带着浓重的口音。不用怀疑骗子的智商，这只是一种广撒网模式。对面可能是人工智能，只要网够大，总会有鱼会上钩。同时，骗子也在筛选受害者，那些没有在这一环节被骗的人，恭喜你的命运，你可能引起了骗子的注意，值得他为你定制一个剧本。至于什么时候发给你，只能说缘分。但国内号码就没问题了吗？并不是，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伪基站。
我们接到电话的正常流程是，手机拨出方将信号发给移动基站，接着传送到移动运营商的通讯传输网络，再通过接听方附近的移动基站将信号传送给接听方。伪基站可以让诈骗犯在中间一环插入，即使人在国外拨打电话，最后接听者手机上显示的依然是国内号码。同时，伪基站可以切入移动电话网关群发短信，甚至可以伪造各大电信运营商以及银行的号码，发送不明链接，多用优惠、中奖、恐吓等短信诱惑人们点开链接，让人们在该链接上填写相关账户或者植入木马病毒窃取用户信息。还有闻名远近的杀猪盘。杀猪盘是诈骗从业者起的名字，他们明白猪要养肥了再宰的道理，瞄准的群体多为有婚恋压力的单身女性、需要激情的宅男，以及有钱的老年人。这些骗子可以用很长时间和待宰的猪交流感情，故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、理财产品和生活状况，甚至比你还像真人。经过长时间培养感情，慢慢让你相信对方是真实的存在，然后开启猎杀时刻。这些受害人真的都只是因为笨和有钱吗？并不是。我们是人，人会有七情六欲，人性的漏洞没有补丁，是人就会有情绪，而诈骗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，让你处在应激状态，然后做出错误的决定。你要明白，我们在受到诈骗时，往往是一个没有多少反诈意识的人，在面对一个经过精密培训的诈骗团伙。尽管普通群众对一般电信诈骗的防范意识逐步提高，但诈骗手段一直在迭代。而随着诈骗从广撒网模式转变为定制化模式后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下一个目标。例如，我们收到了反诈的提示，所以和您核对了刚刚的信息。既然全部吻合，麻烦您下载刚刚说的 APP 后，将钱转到我们指定的账户，这也是您的银行卡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不然到时候您被判定帮中介洗钱，我们这边将无法提供帮助。面对任何未知的领域，请默认自己的信息被公开，让他们当面和你对质。那么，如果被骗了，钱能追回来吗？诈骗团伙在收到钱后，可以快速地将钱分发到多个账户，让钱的去处难以追踪，然后在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将钱转移出境。试问，当你发现被骗到你报警需要多长时间？半小时内你能做什么？警察叔叔能做什么？诈骗犯拿到钱后分秒必争，受害人发现被骗后的反应速度一般跟不上骗子洗钱的速度。国家打击电信诈骗的力度已经很大了，但是境内外诈骗团伙勾结，钱一旦流入海外，办案难度可想而知。金钱的诱惑力太大，诈骗从业人数超过160万，年产值高达1152亿元。而现阶段的90后、00后处在求职、情感和经济需求的漩涡中，也正是这些需求给了骗子可乘之机。网络赌博、金融理财、虚假工作、情色诱惑等层出不穷。一旦陷入骗子的逻辑漩涡，想要抽身的话极其困难。而报案的受害人大多都说过，我没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或者我知道这可能是假的，但我就想试试。视频列举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。诈骗犯让你相信被骗的人都是因为蠢，这样的舆论导向导致的结果就是，大部分没被骗的人完全没有耐心看别人被骗的故事。很多人回头看着别人被骗的故事的感受，和当自己被骗后看着骗子的思路，然后陷入自己太过愚蠢的谴责中，甚至有人为此结束生命，是一样的。最后想说的是，保持一个谦逊的姿态，多看看别人被骗的故事，才能有效避免自己发生事故。2025年了，不要小看网络诈骗，多看看别人被骗的故事，才能有效避免自己发生事故，才能对诈骗有所警惕。如果被骗了，也不要过度怀疑自己，因为这世上有2样东西不能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面对这些利益至上的黑色产业链，时刻保持警惕性，多看看别人如何被骗，增加自己的防范意识才是关键。诈骗犯每时每刻都在通过实操进步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停止学习呢？最后，微笑希望得到你的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